王将军，开门见山吧。本相今日找你来，有件事。听说你的顶头上司岳飞蓄意谋反，本相想听你说说。没有的事啊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相爷，太尉树大招风，这纯属造谣污蔑，还请相爷明察。既然你没听说过，那你就言之凿凿地告诉本相说这是没有的事。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打算告诉我没有？岳太尉赤胆忠心，天下皆知啊。不仅是我，岳家军所有的将士都不会信的。如果本相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今日是不会跟你透底的。若你是明中间辨是非的人，你在皇上眼里还是个好将军。这样吧，你知道什么就通通告诉本相吧。你要我诬告太尉，还不如直接杀了我。岳将军，请。下面这个节目是岳将军舞锤啊，还是错字别作破话？秦兄所言，在下听不明白。哼，岳将军听不明白，可以问张将军啊。他是岳家军有名的智多星，别作破话之道，问他最恰当。哼！多么懂得拉拢人心的岳飞，这么多人对他那么忠心，在你们眼里，就只有这个太尉，还有大宋的皇上吗？末将不敢。你敢的！岳家军胆大包天，有什么不敢？可是今天，我找你来，不是来试探你的胆量，而是想拨开云雾，让你们这些愚笨如牛的武将多动动你们的脑筋。秦将军，你这是话中有话呀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，以免双方产生误会。今天请诸位列席，一则是以武会友，一则是想请教张将军别作破话之道。哼，请张将军说个明白，讲个仔细，否则的话，只怕你们两个人是进得来，却出不去。请相爷指教。我问你，在岳家军当中，一直以来，属你资格是最老的，一直都是你在主管军务。那为什么大权会落到张宪手中？我再问你，牛头山以一，虽说你违抗军令，擅自发兵，可是你发兵是为了救岳飞呀。可他不但不心存感激，反而要把你杀掉，为何？就算是
他要杀鸡给猴看，也不应该拿你这个几十年的兄弟开刀啊！于心何忍呢？五贵，你能告诉本相吗？好，岳云，我们现在就出去，给他们看看。走，好，别做破坏，意图谋反，给我拿掉！太尉有他自己的主意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。相爷，你就不要再枉费心机了。谢叔，我们中迷魂汤了！别废话，杀出去！好！你是不是很疑惑？为什么我这相国府上会有那么大的动静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很快你就会知道。在山高月小、水落石出之前，我跟你谈谈家常吧，增加我们之间的了解。我问你，假如让你选择的话，你是愿意花一辈子拼了命的做一件事情，还是愿意把力气分散，腾出双手去做更多的事情？一辈子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不成，岂不是赔大了？我会做很多事情。那你会做什么呢？我还没想过，看兄弟们做什么吧。看兄弟，王将军，我看你就算是想过了，也不会知道该去做什么，因为你是一个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的人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想要做什么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你打从心底里看不起你自己。你已经被岳飞的盖世风范所折服。岳飞说要收复中原，你就说好。可是你真的打从心底里说过一声好吗？是，不是？不是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岳飞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你更在乎的是那些看得到的东西。
比如说兄弟、拳头、大权、财宝，因为有了这些东西，才会有人理你。只有这些东西，才会让你心里觉得踏实。如果你被兄弟们接纳了，你被天下人仰慕了，如果你不再是烂泥里被人踩来踩去、可有可无的角色，你的心里就踏实了，是不是？就算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你的手脚却不是这么做的，因为你想的是东，走的是西。你一直都在感情用事、自欺欺人。你明知你的义气已经被辜负了，可为什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？快走，记住！实话告诉我，今天找你说这番话，不是我秦桧的意思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皇上看你还是个大将之才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如果把你当成柴火烧了，岂不是可惜？皇上和我都不愿意把你划到那一小撮不忠不义的人当中去，也不愿意看到你跟他们一起被抄家、砍头、株连九族。这两个反贼给我捆了！爹，拿下了。押到大理寺。是，带走。王贵，本相有要务在身，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啰嗦。我问你最后一句，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样？不，说是还是不是？否。你今日来找本相，是要告发张宪，还有岳云他们谋反，幕后主使就是岳飞。不，我不知道。岳飞他因为对处夺兵权心中不满，
就暗中指使张宪，将岳家军拉到了襄阳，准备投奔金人。不，我做不到。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？好吧，你好好想想，回忆回忆。若今天想不起来，就去大理寺想吧。相爷，当时太尉被封为节度使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当年太祖皇帝是30多岁当上节度使的，我呢，而今30间接我也做到。他说，岳某与太祖俱已30岁间接，自古少有。死鸭子嘴硬是吧？啊！别以为你们不说话，皇上就治不了你们岳爷爷的罪。给我好好伺候。是。慢走，大人。就是一点皮肉之苦吗？千万不要给你爹丢脸！贤叔，我不是怕死，攻城略阵、铁马金戈，我从来没有怕过，只是没想到。现在居然落到小人之手，我不甘心呐！士可杀不可辱，这种鸟气，我爹他怎么能忍得下？张宪、岳云招了吗？啊，说是岳家军为了筹款，替伤残士兵起楼，作为栖身之处，他们签了给岳飞，岳飞没批，写了“错字别作薄画”6字，表示筹款不妥，让他们另辟门径。只是为了起楼而告发他错字别作薄画，这不够稳妥。另外弄个谋反的文字，把这6个字移过去。对，移花接木，苦打成招。哼，就算岳飞这回插了翅膀，他也飞不出去。
关键的是怎么让他来。岳云张县一壶酒就骗到了，岳飞召他回临安，不铺出一条血路，恐怕他是不会回来的。没错，只是该让谁出这个面子。爹，您说呢？谁？进来。老爷，爹，那边一有消息我就立刻汇报。老爷，我给你熬了燕窝。还是你贴心。快喝吧，要凉了。好。老爷今天好像有烦心事。天时地势，人心是最烦的事。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，竟敢惹老爷心烦？乱臣贼子，临死还嘴硬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还有谁敢逆天而行？小满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奇呀？老爷，这是什么呀？循名而择时，治国必须有治人之道。我也是随便翻翻，你帮我收起来，放到那边去。是。什么？他们现在人在哪里？还不知道。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？不行，我们要去救人。走。张佑，人都不知道在哪儿，怎么救啊？我还听说秦桧父子俩想借此事将岳元帅骗下山来。算一算日子，过几天就该到了。既然是个陷阱，就根本不该让岳大哥来。大哥的脾气我最了解，就算是个油锅，如果他知道兄弟有难，也一定会往下跳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依我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不如我们闯到秦府，绑了秦桧，救出张大哥和小云子。哎呀，那儿的高手里三层外三层，还没等你见到秦桧，你就变成箭靶子了。就凭我们几个，就算加上忠义社的兄弟们，也根本靠近不了秦府，更别说杀他了。你看，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，大哥？我死。拿着这个，会包，你看，哎呀，我挺来。好的。哎呀，看你，馅儿多了，娘，换一个吧。来，拿好啊。哎，你去忙吧，我来包就成了。
先放这儿。我这经常不在家的，难得在家，你就让我学一学嘛，能吃不就行了吗？这像饺子吗？这怎么不像饺子了？爹，嗯，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了吗？盼哪一天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饺子。我每天都去奶奶坟头，希望她在天有灵，保佑你快点回家。这样啊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，好好的吃一顿大肉饺子了。难怪你老是在奶奶坟前嘀嘀咕咕的，原来是在念叨这事儿啊。对呀。我还没包完呢。爹，说句实话，你打仗肯定是一流的，但是你包的这个饺子实在是不入流，还没我包的好。你这小鬼，有这样说你爹的吗？啊？你看我包这个多漂亮！哎呀，你这个不对。哟，张帅，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啊，这都是你的家人呀。这是内人小娥。张帅啊，快叫人。这么有兴致啊！啊，这是包饺子呢。啊，你们先聊吧，我去下饺子了。把饺子拿过来。一家人多开心呐！还是你命好，有福气啊！你真是庐山归隐一身轻啊！这一路走来，我就想起你之前写的2句话：云锁断岩无觅处，半山松竹撼秋风啊！张帅有话就直说吧，不必绕弯子。那我就直说了，岳飞呀，岳飞，你仗着自己有些文采，就张着嘴巴乱说话，说什么文官不爱才，武将不惜死。你知道这2句话挡掉了多少人的财路，又枉死了多少性命啊！如今你下了马，这些人是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，告你罪状10大折子呀，已经呈送到皇上的手里。皇上十分无奈，本来想叫你去临安一叙，可是又怕送信的人出事，所以这才叫你哥哥亲自前来传达皇上的口谕。希望你跟我去一趟临安，解释案情，这样也可以让皇上安心呐。告我的状子，我岳飞行得正，立得直，不怕告状子。你是不怕，那是因为有人替你背黑锅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张宪、岳云现在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。你说什么？他2人被检举有谋反之嫌。岳飞，我劝你别想那么多啊，赶紧飞提京城，做一个解释吧。如果不然，他2人将于10日内被处斩。谋反？他们2人怎么可能谋反？谁人检举，谁人批准？这朝里面谁说话能算话，你应该心知肚明。岳飞，我想你不会
让你的兄弟和儿子为你背黑锅，为你去送死吧。你们简直就是一丘之貉。骂我，就算你打死我也无济于事。你我同朝为官，还是留点脸面的好。岳飞，现在你还是跟我一块儿去临安吧。聊什么那么开心？水饺好了。我正在跟他杯酒论兵呢。这次不是杯酒论兵，这次是杯酒祝寿。韩帅60岁大寿，皇上不给他做了，我们兄弟几个一道去给他做。当初催你上路的是朝廷12道金牌，如今催你上路的是临安12将的生死交情。我看这次你是非去不可了。山下那帮兄弟非常想见少保，还特意让我上山，说一定要把少保接回去呢。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，就现在。马上就走？早去2天也没关系，因为那帮兄弟实在是太想见他了。你先下山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好。那告辞了，弟妹。我们山下见。走，我们在山下等他。我去帮你收拾行李去。哎，我去就回，不用带太多东西。路上冷，多带点。放心吧。爹，你忘拿了？你收着吧，好生练习。爹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春节前。春节前一定回来。爹还要好好跟你吃顿饺子呢。真的？爹可不准骗我。爹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小娥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有我在。爹，帮我问问小云子，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好啊。我走了。等一下。带着这个，保你平安。
去给韩帅做寿，可是我怎么记得以前给他做寿都是夏天啊？跑了一天，还真是渴了。素素，拿着，这是100两银票，你快走。怎么，阳关大道你不走，为什么你偏向深山虎穴行？难道你现在还没看出来，张军就是阴曹地府派来的牛头马面，哪有你这样说走就跟他走的？无理寸步难行，有理走遍天下。我占个理字，为何不能光明磊落的走？岳大哥，这么多年都是我听你的，这次你就听我一回行不行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不过这银票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你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？朝廷摆明了是要害你，这张军就是要把你往火坑里推啊！岳云章现在临安犯了事，等着我去为他们开脱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外人往岳云章县头上泼粪。他们不过是诱饵，是为了引你出来。赵姑娘在秦桧那边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，秦桧是要杀你。此去临安，你要见的并不是皇上，而是阎王爷。上苍有眼，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。否则，天下之大，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少王，都在里边等着呢，请吧。岳云和张宪就关在里面，开门吧。
信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该来这里。走啊，快点走！大哥，快点走啊！爹小心！怎么了，大哥？记得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把戏演好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哎，保证他们有去无回。有什么事情，一定要看素素的眼色行事，知道了吗？知道，知道。记得，你就是个傻子。哎，知道了，大哥，放心。傻子，退。如果少爷找我，就跟他说我去出山了。是。好了，哎，小心啊！哎，快点！秦大人到！秦大人，大人，爹，秦相爷。
头，什么事儿？去岳飞。是。这是你的玉佩，带走。带到。把枷锁去掉。大人，等等，没看到他的腿废了吗？下官御史中丞何柱，敢问下面何人？万寿观使岳飞。本官奉圣谕，有所质询。千里应询，有问必答。你身后左边一人，可曾相识？是我的部下张宪。你身后右边一人可曾相识？此人是我儿岳云。果然是他。你曾经在一封呈文上写了“错字别作报话”及“叔父张宪岳云岳后坟”2句吗？这是一般卷皮用语，并无特殊意义。请岳爷交代清楚，所谓错字薄话，错字指的是哪些事情？张宪、岳云2人有意在临安筹募经费及木料，起一座岳军楼，以供历年作战伤残不便的将校士兵栖身之用。是本座认为他2人所拟之提议尚有斟酌之处，故批了如此字句。可本座手上拿的这张呈文，其错字之事，并非起岳军楼之事。
其蹊跷之处在于，是张宪错置，还是阁下造就？敢问这城门错置何事？其上错置的是连接河朔，急攻黄龙，朝廷合议不堪一顾。他二人行径荒唐，与其叛乱，几番用刑，数度昏厥。阁下，难道还有什么要为他们辩白的吗？本军行文有个约定，把行门日期属于行门的背面。每位统治所属的位置不同，以代表与他本人送发的行文无误；而大人所持的行文，其行门日期属于行门之尾，咸与本军行文规定不符。这与其谋叛的城门，是另有执笔之人。大人以此为蹊跷，与其费手脚刑讯张宪、岳云，不如去问秦相国。肃静！难道这样说来，是本官问错人了吗？你是冤枉了。何大人千言万语，所问不过6个字：岳某挖心掏肺。所答也只有4个字：下官洗耳恭听。定断。你们都起来。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把岳飞押回大牢，择日再审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！把这些人统统换掉。是。我还带你上那酒楼那听小曲子。哎，
快看，岳元帅，他是岳元帅，这就是岳大元帅啊！我看不像啊。哎，传说他可是3头6臂呀。就是，他就是千手观音，到了这儿也没用。哎，岳元帅，打套岳家拳给我们看看呀！哎，对，来一套啊！哎，来一套，打一套！哎，开眼！哎，打呀！你要不打拳也行，让我们看看你后边那几个字儿呗。哎，对，脱，把衣服脱，把衣服脱了，脱呀！哎呀，元帅，你让我们看看啊！你脱呀！你看，你别害臊啊！脱吧，不脱怎么能？哥几个，他不脱，我有办法。等着。岳元帅真是的，惨呐！低着点，再往前点。哎，国是国。哎，报啊，这是中。这上面这个是进啊。没什么。哎，都说是尽忠报国，实际上是国报忠进呐。哎，这国报忠进是啥意思啊？啊，国报忠进啊，就是说朝廷回报给忠臣的呀。什么呀？是自尽啊？哎，不用脑袋里你。这走，快走。走。别瞎说。他们都在里边呢。小二，学生，哎，来了。你那边有什么消息？大哥受刑以来，岳家军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。朝廷担心岳家军会反，我已飞鸽传书给了牛皋，让他稍安勿躁，等我们的消息。对了，还有，莫奇谢今天又去了秦桧的府上。看来秦桧不杀大哥，他誓不罢休啊！秦桧这个奸贼，大哥要是活着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再加上他一向心狠手辣，肯定还会加害大哥。我们一定要杀了他，这样也许还能保大哥一命。对了，过几天西湖有个船会，我让戏班子给秦桧留了最好的位置，我有办法能混进去。好，太好了，就在那里动手。那就要看小满的了。兄弟们，岳元帅忠肝义胆，天地可照，如今却沦为阶下之囚，天理何在？天理难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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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我们不能看着岳元帅被冤杀，不能看着岳大哥死得不明不白啊！我们要去临安，去找秦桧，找皇上去说理。让他们放了岳元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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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牛哥，牛哥，你们要冷静啊！冷静！岳帅现在生死不明，危在旦夕，你让我怎么冷静啊？牛哥，凡事都有说法，韩帅已经去向秦桧讨说法了。哼！韩帅让我转告各位，他一定会去相国府问出个水落石出。在此之前，大家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牛哥，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韩帅的消息。不过，在天黑之前还没有结果的话，那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兄弟们，我们就行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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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御史中丞何柱拜见相国大人。何柱承大人提携，主审嫌犯岳飞，只是再三审讯不得要领，对串通谋叛一案查无实据。目前大事当前，战和未决，不宜损益上将军，望大人法外开恩，出罪伤回。下官所叙俱是实情，望大人见识。哎，去！大人明鉴，下官告退。下官伺候相国。哎，请来。你去，就算是水中捞月，也一定要把月亮捞出来。是，下官明白。真够累的。启禀大人，罪臣岳飞现已带到。插手正立。慢走。下面站着的可是疑犯岳飞？正是万寿观使岳飞。疑犯有罪在身，官衔现在与你无关了。我尚未定罪，为何官衔与我不相干？有何可疑之处，请明白事项。你不明白吗？岳某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。自问光明磊落，问心无愧。呵呵，你自问光明磊落，不过是独善其身啊！我这儿有6道折子，可不这么看。哼，树大招风，6道折子不多。是啊，这6道折子是不多，可是你的罪过可不轻啊！啊，这上面说，你拥兵自重，违抗军令，在鄂州朝廷宣召你提兵东下，策应淮西，你却千言不进。意在窥伺朝廷胜负，兵胜则进，兵败则反。这些，你敢抵赖吗？承诏领兵东下，沿途追杀金兵，此役于2月19日得到皇上奖励。钦察之主乃出现，中兴勋业，在此一举，卿之此行，示众机会。堂上若是不信，先有御札为证。那御札现在何处啊？在我庐山家中。好，啊，好，你与诸将统领大兵北讨，你所部人马屯在朱仙镇，朝廷宣召诸将回兵。张俊、韩世忠等即日领兵还朝，为何只有你一支人马不肯班师？
前后12道金牌罩你，你亦不肯回兵，这必是怀有一心吧？啊，好好的，主意都招了啊，免得受皮肉之苦啊！哼，我一生立心，务要恢复中原，雪国之恨。我用了10年的时间，把金兀术赶到了诛仙阵，离去京师只有45里。那时金兀术怕我兵势，弃了汴京北走。此时朝廷若宽我3日，必定克复汴京，迎回圣驾，然后进取燕云，直捣黄龙。此乃是我生平之愿，有何异心？住口！住口！住口！你岳飞狡辩起来比你打仗还狡猾！狡猾？堂上是站在北京那边说话的吗？大胆！大堂之上，你竟敢侮辱本官！来人，给我重杖20，给我打！怎么不动手？啊！元帅，小的在。你的人是不是想找死啊？大人开恩！大人开恩呐！大人开恩呐！好了好了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谢大人。太祖皇帝遗诏，刑不及谏臣。难道堂堂万寿观使还不及一名谏臣吗？哼，这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哎，除非你把这玉札亲自取来大理寺一勘究竟，否则的话，就是太祖遗诏也呵护不了你。堂上请到皇上的圣旨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皇上所赐玉札已一一密封，不是谁人都能看的。除非堂上请到皇上圣旨，否则岳某便是犯下了大不敬之罪。那好，咱把词表暂且按下啊。哎呀，既然你提到了太祖皇帝，我就想起了你曾经写过一首反诗吧。岳某从未写过反诗。哼。寒门何载富贵，此句题在天竺寺的一面墙上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寒门者，汤阴岳家庄是也；富贵者，官拜万寿观使是也。将相本无种，寒门在富贵。此乃以自身为例，鼓舞后进，勇往直前，成就大才俊，成就真英雄。这区区6字，反从何来？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哼！哎呀，有人说这寒门2字貌似说你自己，其实是影射的太祖赵匡胤呐。太祖出身贫贱，经陈桥兵变夺取政权而立国登基，载富惩贵。你这6个字分明是大不韪大不敬啊！你题词反诗，莫以为天下人皆是糊涂啊？看不出你笔下的心机？哼！偏偏有那高明之人一眼便能看破你的用心利益。哼！就凭你这大不韪大不敬，就足以要了你岳飞的项上人头啊！我岳飞出身汤阴寒门，改无可改。你如此附会，为何不把天下寒士都抓起来？这都怪你了，偏偏是你自己常常在炫耀这些。那莫奇大人，先卑后义，如此出身，有没有哪位高明人一眼就看出来？其实你才是今人的奸细呢！大胆岳飞，你想干什么啊？莫非要在大堂之上给我弑吾行凶吗？人道血气之怒不可有，礼义之怒不可无。听了堂上这番话，言礼背义，真的是怒发冲冠呐！莫其妾，你等蛇鼠一泄，欺人太甚！岳爷，岳爷，
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，玉爷！挟寒门指的便是天家一脉，挟富贵指的便是陈桥兵变。如此穿凿附会，那之后天下写文章的人还有活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有证据的。你看，你30岁封节度使曾说过一句话，你没忘记了吧？岳某与太祖俱以30岁见节，自古少有。哎，你自比太祖，占当今圣上的便宜啊！僭越意志，大逆不道，你被猪油蒙了心了你！我有话是这么说的吗？我32岁封帅，何来30之说？你欲加之罪，不能把我的年纪也篡改了吧？你何不说我已耄耋，垂垂老矣呢？这样就不用你们找此等托词，让千秋万世徒增笑话。我这么说是有证人的。好，你有证人，你就把他叫到堂上来，让我与他对证。好啊，证人就是你岳家军的人。哼，这个人曾经被你施以军棍，差点给打死。王贵，王贵是不会诬陷我的。哎呦，这要看你岳飞众叛亲离到了何种地步啊！无论如何，敢问堂上，这句话可以将岳某定罪吗？岳某何罪之有？谢儿，去庐山，把玉札找出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哼，御林军奉搜查。奉谁的命？搜查什么？当然是奉皇上的命了。赐给岳飞的玉札放在哪里？统统给我交出来！玉札是皇上所赐，凭什么交给你们？要么交出玉札，要么交出脑袋。这俩呀，你们选。走，你放开我娘！你给我过去！灵儿，给我走！走，过来！这都什么破玩意儿啊！金银财宝呢？大人，全家上下就搜到这些碎银子，
我呸！这连我打个牙祭都不够。快走！过来！走吧你，快点！走！阿娘呢？姐姐呢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放开我！阿娘，放开我！阿娘。就这么办。大哥，怎么样？秦桧已经来了。好，走走。老爷请。今天的天气可真好。是啊，阳光普照，微风不燥，感觉很好。老爷平时总为国事烦忧，有时候也该多出来走走。对，今天都听你的。来啊，把船划到对岸去。哎，好嘞。来啊，把船划到对岸去。哎。小满漂泊在外，多得老爷照顾。适逢佳节，小满敬老爷一杯。好。小满啊，你不用谢我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才会对你好。我知道老爷是真心待我，就因为这样，小满才更加感激。我常常在想，人的心真是最柔软的，很容易就被感动，被牵绊，然后就会朝思暮想，魂牵梦绕，像中了毒一样，无药可救。老爷怎么说的，跟自己中了毒似的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看到你，就好像中了毒一样，无药可救。好，那就为了这一次毒，干一杯。干。
审问都不承认，有什么办法使他们招供？这个好办呐，咱们呀把囚犯装到瓮里面去，然后周围用火烧。什么样的罪行，他敢不招？小满啊，你可知道这一出是什么吗？小满连字都不识，只是看个热闹罢了，哪里懂得什么戏啊？不过，照这么一看，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哦，怎么解？老爷，您看，这两个人刚才还好好的喝酒吃肉，可这一下子就变了脸，可见是那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。我看未必。你可知道这一出戏讲的是来俊臣请君入瓮吗？很多人都认为来俊臣是个大奸臣，可我并不认同。他一心为社稷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反倒是那些所谓的忠臣，比方说前丞相赵鼎，他食古不化，冥顽不灵，他根本不懂皇上要的不是战，而是和。你说是也不是？倘若是不招乱入，招是不招，不招入。老爷，我们今儿是来过节图个乐的，您就不要说这些忠啊奸啊的事了。我们来喝一杯。是啊，我把这杯子举起来放下，放下又举起来，根本没喝一口啊。就是啊，今天还是除夕，小满就陪老爷好好喝上几杯，过个团圆年。好，你我今日团圆，干杯！平日啊，我最爱听你唱那段临安小曲。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可否再唱一段，给老爷听听？好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玉溪莲叶间。来人呐！
这首《点绛唇》应该很熟悉吧？更无人问一枕江南香冷金炉梦回鸳帐。为什么没有揭穿？只有这样做，才可以把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。教你写的字，是我独有的字典。可时间久了，你慢慢就会忘记。礼数、位卑，什么字体都有，而且字如其人。你的一笔一画中充满着仇恨，你是识字的。没那么老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混进我的情府？所以我找人去查你。我秦桧要查的，没有查不出来的。你是赵鼎的女儿，你是要来杀我？之前那个厨子下毒，我还以为是一个人，原来是2个。好啊，你很厉害，连我秦桧都瞒得过去。不过我命大，老天爷眷顾我，他在保佑我，所以
吧！我们都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凭什么？凭我刚才喝下去的那杯毒酒。你以为我秦桧会那么傻，喝下那杯毒酒吗？我还在想怎么处置你，我现在不用。女儿无能，没能给你报仇。秦桧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今天我杀不了你，会有人杀你的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最起码我现在是赢了。你等着，我就是死了，变成冤魂，也要缠着你。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，可是你们自寻死路，我没办法。那你就去阎王殿，跟你的爹会合去吧。爹，岳飞家里的玉札都拿来了。
微臣参见皇上。岳飞那边审得如何？死不招认。他什么都没做，当然是不会招的。这关键不是他有没有谋反之心，而是要看他有没有谋反的能力。现在难就难在找不到定他罪的任何证据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有皇上这句话，臣就好办了。那你去吧。皇上，没有皇上的圣谕，臣不好办事。这个历史该如何书写，那就看秦大人你的笔墨了。微臣领旨。快点！这边，走快点！娘，娘，大嫂，快人！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娘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快走啊！大嫂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！动手，快走！娘，快走！别打岳爷，我把岳林带来看您来了。爹，爹，岳爷，对不住，只能带一个来看你。你抓紧点儿，我给你们把把风。他们把我们一家都关起来了，把皇上的御茶也抢走了，还有姐姐的姐姐，安娘怎么了？她跳井死了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我们一家都关进来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，爹？
你为长宁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到头来是这样一个结果呢？莲儿，爹不在身边，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遇到再坏的事儿，你都要挺住。记住了，你是男子汉，别人都能哭，你不能哭。疼吗？不疼。月野，时候不早了，抓紧点吧。有了这个，保你一生平安。去吧。去吧，去吧，快走！月野，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。我听说岳家军要闹事，他们要到临安劫法场。你爹怎么样了？我爹，他被关在一间牢房里，浑身都是伤。他给了我这个。娘，有我在，不怕。你放心吧，我岁数大了，怕耽误事儿，我让我亲侄子快马加鞭赶去军营。我这笔落下去，朝野毁誉千古骂名，
就逃不掉了。人清净了，心不清净，还是酸痛难眠呐。哼，有些事妙就妙在何仙姑回娘家，云里来雾里去，那就对了。我看岳飞这案子交给你办最好。一根绳子把莫七谢他们几个绑在一起，也使不出你那云里来雾里去的功夫。这事儿要是交在我手上，不但你们有福了，连岳飞也跟着有福了。还查什么查，审什么审，一切都是莫须有，莫须有之时，莫须有之罪，莫须有之行，莫须有之忧啊！你说莫须有，一切都是莫须有。你还认真什么考虑什么犹豫什么？问东问西2、3个月，究竟要问出个什么来？现在哪家的老婆孩子不是等着老爷回家过年呢？你知道现在的人吗？当着你的面给你磕头辞岁，背着你巴不得你一口气上不来寿终正寝呢。什么？你是说不让岳飞乐呵呵的过年吗？免得他活生生的受罪。知道什么叫快刀斩乱麻吗？明天上朝，给皇上供的最好的礼物莫过于岳飞的项上人头。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早一刀，晚一刀，3更半夜也是一刀。叫秦歇跟他挑明了说。我明天就去找他。蚁雀，他捏你不跟捏一只苍蝇一样。此时我不去，我就不是秦桧；此时他动粗，他就不是岳飞。老爷，韩世忠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秦大人，时候不早了。韩帅来此有何吩咐啊？敢问秦大人，岳飞犯了何等罪行？竟然要毒打他的儿子，逼死他的女儿，抄他的家，残害他的部下。难道我们大宋就没有王法，只有秦法了吗？你这个年纪，人称老帅。老子有2解：其一，衰老之老；其2，老道之老。我希望你说话行事不会是衰老之老啊。秦大人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老帅，你要明白啊，世上有些事情是有因有果，有头有尾；可有些事却是无因无果，无头无尾。你要问为何世事如此颠倒，上天都有可能回答不了你，而凡夫俗子根本听不明白上天说了些什么。即便追根究底，也可能不明白上天为何是上天，人为何是人，法为何是法，罪为何是罪。皇上一念之间，成果莫须有其因，
问罪莫须有其实，一切莫须有，佛迹不可说。请问秦大人，就凭莫须有3个字，怎能服天下人心？是天下人不服呢，还是你韩帅不服？看来皇上是错怪岳飞了，应该连你一块抓进去，天下人心就服服帖帖了，是不是啊，官人？夫人，你胡说些什么？韩帅喜欢青衣小驴，游山逛水。卸甲之后，大可以登泰山之高，赏洞庭之大，长吟而修心，浅酌而养性。这神仙日子，真是令人既羡且妒。他怎么会想跟岳飞一起过年呢？韩帅，秦某要事在身，不能奉陪。说实在话，我挺羡慕你啊，你很有福气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何年何月能像你一样过上这悠闲的日子。韩帅，真是好福气。
相国大人来了，相国大人给您拜年来了。相国大人，这边请。你们在外面等着，没我吩咐别进来。是。相国大人，请。岳太尉，今天除夕是辞旧迎新的大好日子，秦某特来探望探很久没有这么喝酒了，还记得吗？当年在归德那个小客栈，曾经有过约定，我二人一文一武，以内以外，为了我们大宋共济大事。可是，没想到世事难料啊！过了那么多年，岳太尉与秦某居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今天的岳飞还是当年的岳飞，可惜秦桧不是当年的秦桧。
好久啊！岳太尉，我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当年我在五国城，那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当时我就知道，秦某必须要靠自己才能活下来。结果我做到了，结果我真的活了下来，还活得更好、更漂亮、更有价值、更与民不同，连上天都想不到。但是，岳太尉，你可知道这玄机在哪里啊？原来是因为岳某挡了秦相国的路，秦相国才会日夜谋划，反复搜证。其实杀我区区万寿冠氏，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？岳太尉，你名望那么高，不费点心思不行啊！辛苦那是辛苦了一些，不过这个案子今日总算是尘埃落定。来吧，这杯酒，第一，给你拜年；第二，给你送行。岳飞，其实我很想知道，这4道灵头，你真的不怕？我坦坦荡荡，何惧之有？倒是秦相国你，执意要入罪岳某，陷我于坐牢砍头，千方百计陷岳某于二心意志，图谋叛逆。什么告密呀、卷批呀、反诗啊，反复搜证，详细审讯，甚至于纵兵江州，破户屠门，3步流血，蝇营狗苟，恶贯满盈，双手沾满了鲜血。不知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怕不怕？大人息怒啊！滚！哎，大人息怒。去。成就了我秦桧。
方千古，而我一昼万年。可今天，你是输家，我是赢家。无论如何，今天失败者是你，我是胜利者。我说你犯了什么罪，你就犯了什么罪。大宋史册由我秦桧来写，而你岳飞只是我秦桧眼中的一颗棋子。你不也只是皇上的一颗棋子？岳飞谋反赐死，岳云、张宪处斩。哎呀，万寿观使，还不赶快抬手画押？岳飞，这是万岁赐你的御酒。上家，走。怎么向皇上和相爷交代啊？快走，快走！你们这些奸臣！奸臣！岳爷保家卫国，还不让岳爷和家人道别！你们这些奸臣！奸臣不得好死！你们这些奸臣！岳爷不得好死！你就同意了？奸臣！奸臣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是。
月爷，世间不等人，有话赶紧说吧。小娥，你跟着我，吃苦受难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咱们今生无缘，我们来世再见。皇上，这是岳飞签的供词。皇上，
笑笑玉溪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励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兄弟们，韩世忠韩帅现在没有动静了，看来朝廷真的是要把岳大哥给杀了。你们是岳家军的，你们是汉子的，就跟我上临安，找那个昏君进相，讨个说法。上临安，讨说法！上临安，讨说法！上临安，讨说法！上临安！兄弟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都不能去！五八，你不能去，你这是去找死啊！你放屁！找死又怎么样？啊？反了又怎么样？你怕了？枉费大哥对你的一番兄弟情谊！这个胆小鬼，滚开！兄弟们，跟我走！你们不能走！你们滚！不要乱来，否则以叛乱论处。张俊，打北蛮子的时候，你小子跑得比谁都快，打起自己人来，你都有本事啊！兄弟们，跟我上啊！岳有令，不要动手。好，你从临安来的，岳帅怎么样？今夜行刑。什么？这是岳爷的手书。岳家军就属听令，好生勿死，天下常情。若临大难而不变，视死如归，非忠义之士，有所不能。哄曰成仁，梦曰取义。若要不导致唐末5代那样天下大乱，生灵涂炭，舍非一命，势在必行。你等切不可妄动，此乃军令。不可妄动，就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啊！我不接令。牛刚，不能忍！这血书是大哥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军令，这血书就是大哥呀！大哥！非卿不忠，非朕不明。你的公道在这里，朕的天下也在这里。天
没事吧？岳元帅，你我交锋10余载，你文武双全，人质并施，举世罕见，败在你岳元帅手里，我心服口服。是我的不幸，也是我的大幸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你这样一个对手了。走好。叩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啊，在。太后，天寒地冻，儿臣特意为太后准备了精美袍子给您御寒，请太后赶紧换装。免得面吃大臣啊！回皇上，太后交代，从今以后，她只穿道服，不穿华服。太后娘娘，皇上知道你喜欢美食，特地为您准备了鱼翅、鲜鲍、鹿片，还有熊掌，都是皇上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是啊，这10几年来，儿臣一直没有尽到孝道，没有侍候在太后左右。今日，儿臣特意命御厨为太后准备了太后爱吃的东西。回皇上，太后交代，从今往后，吃斋念佛，其他山珍海味一概不沾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！哎，皇上。
这只灯笼是朕小的时候母亲做给朕玩耍的。这些年来，朕东奔西走，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如今母子团聚，朕希望太后能把这只灯笼挂于帐外，高登远照，一张玉镜。大胆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回皇上，太后交代，若是皇上提了灯笼来见，叫老奴不客气把灯火吹熄。这是为何？太后说，皇上提着灯笼都走错了路，还要灯笼干什么呀？